哎，小美啊，你下班了没有啦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呀。我下班了，在车上呢。那个，你等我一下，一会儿我下车啊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喂，妈，我下车了，你说吧。还是你哥哥的那个事情啊，现在人家对方就坐在咱们家呢。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不是在我哥家吗？你嫂子不知道想了一个什么办法逃走了，然后他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，让我们接蕾蕾放学。人家找不到他，就摸到咱们家来了。你说你哥哥怎么这么没有头脑了？他打人怎么能打得住院呢？你说住院？昨天不是还没说住院吗？是不是讹咱们呀？不是的，是住院了。那单据我都看了，左手的骨头打断掉了呀。他们说让我先交出来3200块钱医药费。我把你刚刚汇来的钱，还有你爸爸这几个月的退休金呢，都交给他们了。可是我再也拿不出来了呀。他们说要不行的话，就搬东西去换钱。你说这可怎么办好了？妈，我就这么点工资，一发下来先往家汇。我交了下3个月的房租，我现在哪还有钱啊？现在连饭都给省了，一天2顿方便面，我真没办法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人家等在家里不给钱，他们就不走呀。我跟你爸爸刚才都想了办法了，家里实在是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，就是一个电视机还算值点钱了。你不是有我哥家的钥匙吗？让他们到我哥家搬东西去，闯祸的是我哥，不是你。哎呦，你这话说的，你前脚把东西搬走了，那你哥哥就真的离婚了。阿梅呀，我想你这样好不好呀？你跟房东说说啊，让他先把你的房租退给你啊，你搬到公司再住2个月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咱们一家人总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呀。妈，你这话，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，不然给他们打个借条。哎呀，不行的，不给钱人家不走。爷爷，我饿了。老伴儿啊！哎，好的好的，我这就去做饭啊。阿梅，你无论如何想想办法，一定想想办法，听见没有啊？我去做饭了啊。喂，嫂子，阿美，那些人怎么跑到爸妈家去了？爸妈现在把能给的钱都给了，实在没办法了。你们总有点积蓄吧？能不能拿出来啊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这日子都要过不下去了。你看你哥，这好不容易有了个工作，可这事一出，等他一出来，那还不是我一个人又去做钟点工养家呀？我就是累死累活的，这一家人我也养不了呀。阿美，这眼看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，这日常开销都成问题了，哪来的积蓄啊？我现在厚着脸皮在娘家白吃白住，还要遭白眼。你哥的事情我真的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指望你了，阿美。你看这家人就你最有出息了。哎，对了，就连蕾蕾都说呢，等她长大以后啊，还得找姑姑给她找工作呢。阿美，你完了。哎。越有钱越小气。背起行囊，离开故乡，我一个人踩着寒冷生活。别对我说收敛锋芒，坚持到最后也顽强抵抗。成功路上非死即伤，但别妄想我举手投降。
桥下，南瓜马车带我奔赴战场，只有你能救赎自己的梦想，像执着的飞蛾飞向那天光亮。喂，娘的东西啊，没有饭呐！干什么呀？你们好好说话吧！听我说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你再想办法！干嘛打我家去？我都等几天了。小美啊，伟妈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怎么回事啊吵起来了，他们都冲到你可以报警的，妈。你赶快回来吧！你再不回来，这个家，哎，你们不要闹呀，不要犯脾气呀！喂，科长，小美，你派出所不是有同学吗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他们就是哎，你们不要打好不好？住手！孩子呢？你看有没有打人了啊？小美，伟妈，妈，快让小美办办吧，怎么办呀？你说怎么办呀？我打钱，我马上打，我明天就给你们打钱，我打2000行吗？我明天就打钱，你让他们赶紧走。去他们家走，让他们走。哎，你们不要闹呀，快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派出所有人？你们能不能先走啊？啊，我明天就给你们打钱，好吗？我知道的。知道你还不快点？你快回来吧。妈，我也想回去，可是我回不去呀，我得在这儿挣钱。快点想想办法。我知道，你们放心，有我呢。我知道。好的。喂。我们归我们。跟你说实话啊，我活这么大，还从来没被人求过婚呢。我也是第一次向人求婚，感觉怪怪的。老实交代，为什么要向我求婚？你很幽默，也很聪明，和你在一起，我觉得自己很舒服。而且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愿意停下来等我，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。到你了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值得。男人都是视觉动物，而你又这么美丽，你聪明、独立，一点也不骄纵。当我了解你的身世之后，也更加放不下你了。还有，你虽然外表看起来冷漠，但是内心里却很温柔，对弟弟、对邻居都是如此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我全身都是优点。本来就是嘛，你简单、真实，从来都没有一点掩饰。生活已经足够复杂，我们这样简单直接，真好。
折，你别跟我去。你看怎么着？超市正好打折，面包1块5一个，打5折。我给你还有樊姐全都买了，明天包赶快吃。谢谢。哎，樊姐呢？还没回来呀？回来了吧？我看她把钥匙放鞋柜上了。那怎么不出来吱一声？我都不知道她回来了。会不会感冒了？我们公司最近流感大爆发，好多人都病倒了。是吗？有可能。我今天早上看她起来的时候脸色特别不好，而且起得特别晚。这样，我买了鸡腿，我炖一锅鸡汤，对感冒特别好。行，那我给她冲个感冒灵吧。我妈说吃完药睡一觉就好了。行，赶紧给樊姐沏点吧。行了，你放心吧，温度别太高，待会该烫着了。我冲好就给她。对，温水就可以，我觉得。沏汤一会儿就好，给樊姐多喝点，看她最近都瘦了。听邱莹莹说要给自己炖鸡汤，樊胜美刚刚支撑了好几个小时的心忽然散了。几秒钟之前，她还将自己当成那个力挽狂澜的女英雄，盘算着如何腾挪处置解决家里的危局。可一碗鸡汤的关怀让樊胜美意识到，她不过是一个弱女子，即使把她剁成泥都不够田哥哥那个无底洞。有香味儿嘞，闻着挺香的，应该会喜欢。再熬。好香啊，秋莹。哎，垫着点儿。知道了。哇，太香了！你太厉害了，邱莹莹。都不敢相信是我自己的手艺。我也想尝。慢点，特别烫，超级烫。烫吗？好喝。烫好了。关关，你去帮我把碗洗一下，没盛了。好的。樊姐，樊姐，樊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早睡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来，你让我试一下。还行，但没烧起来。哎，我给你炖的鸡汤，一会儿给你喝啊。关关，把感冒灵拿过来。哦对，温度怎么样？刚刚好。正合适，趁热喝了。我没事儿。樊姐，你要是特别不舒服，我们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没事儿，我就是挺感动的。我今天确实不开心，但是没想到你们俩这么关心我，从小到大都没人这么关心我。谢谢。樊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今儿给你煮了个鸡汤，关关给你冲了感冒灵，你这么夸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出来帮我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。这个时候我不关心你，我关心谁啊？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们，独生子女，爸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们了。我以后要孩子就只要一个，不管男孩女孩，我都会把全心全意的爱给他。樊姐，你穿的太少了，要不咱们回屋，你别着凉了啊。樊姐，你赶紧进屋躺着，我去给你盛鸡汤。关关，你陪樊姐。咱们进屋聊啊。
樊姐，你家重男轻女啊？其实我爸也是，我爸一直都想要个儿子，结果我妈呢给他生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让他壮志难求。可是我出生以后吧，我爸对我还是很宝贝。可是我想了想，如果我妈再给他生一个弟弟的话，估计我的命就没有这么好了。还好我没有弟弟，不然的话，我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福大命大。樊姐，你有哥哥对吧？人啊，都得认命，尤其是女人。樊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啊？可不能这么想。你看我爸，他呀就认为接班人一定是个儿子，结果我妈给他生个女儿，心里别扭着很。可是他现在依旧把我当堂大的宝贝儿啊。而且我爸每次跟我说：“莹莹啊，你得做有出息的事，知道吗？”我就会跟他说：“可是我是个女孩，我很弱，我做不了。”我爸马上没脾气。可是当我有需求的时候，就会跟我爸说：“爸爸，我是女孩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我爸一下子就乖乖的什么都给我买，什么都给我做。所以你可千万不能像我爸那样，如果你真惜命了，那你就会被我这样的人利用。你爸不是被你利用，他是因为爱你。一个人的家庭就是一个人的锁，改变不了的。樊姐，你今天是因为家里的事情不高兴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公司里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。我现在没事了，我真幸运，能遇到你们俩这么好的室友，就像我的妹妹、我的好朋友一样。有一句话写得特别美好：好朋友如温泉，浑身僵硬的躺进去，每一根神经都会慢慢的在幸福中苏醒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樊姐，我们都是姐妹，不要谢我们喽。你不就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事儿吗？大不了就不干了呗，不爽就换工作。你看我觉得我现在啊比之前开心多了。我就羡慕你这样的个性，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像我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睡觉去吧。睡觉。樊姐，晚安。樊姐，我们两个可是你永远的小温泉呢。我们睡觉了啊，我们走啦。樊姐，我们两个不仅是你的温泉，我记得之前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你的一句有樊姐在呢，不知道给了我多大的勇气。所以以后无论你在哪儿做什么，只要你需要我们都在你身边。晚安。